主体理念不变，经过主力脚驱动向前，膝盖，男生向后撕开，经过主力脚撕开身体啊，记住，这是一个概念啊，前后它永远是这个规律，不同的是什么？风格不同，哎，风格不一样啊。你看女生向前，男生向前就是永远都是进攻的，男生向后也不是被动的，男人向后也是进攻的，什么意思？这个女生哇，很好的身体表达是我给的，是我给予她的啊，这个很重要。就是有时候动作不要光追求一个打开就是最漂亮，是要有关系，它才能让人去细细的品味啊，不是我跳的没文化，我就打开我就下腰那个不行啊，所以内在一定要找。当然还是这个脚下，我们从对，你看啊，看我的腿啊，我没有出脚，我没有干这个，我呢是膝盖去驱动，我是女生啊，我是女生，去感觉它就是 slow 挥啊，然后呢我经过跟到，然后呢我继续向前，然后呢我用这个小腿继续给到五官，slow 外侧五官，slow 就是说我们跳起来啊，你别看我的上身，我上身没有展开，但是呢，我们的底盘运动是非常连接的。别管它是怎么跳，不是100%的确定，但是它有一个最关键的点要特别确定，就是我是不是真正的经过了我的主力脚，我的脊椎，我的心。有没有真正的经过我的主力脚啊？经过我的主力脚，再往前去，这很重要。很多人，但这个需要一点脚腕的控制和这个刚才这个练习，就是你要体会的是我的脊椎和我的主力脚要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是当我真正到重心的时候是在这儿，这个腿可能才有机会走。啊，如果我是这里到了。可能这个力量会给男生不舒服，所以当然你看到有些老师会特别大，对吧？记住啊，他再大，他也是要经过绝对的经过超越，再做到最大，一定是这样。他不可能力量不到就直接下腰，这样的话会给男生很重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记住，他的大是这个女老师的天生啊和她的这个年龄和她的这种准确的这个前提下。可以无限的放大，就说我们有一句话叫，我们可能前一段时间说叫无限大，记住啊，所谓的所有的无限都不能真正的无限，它是一定要在这个向前这个人特别重要的一点，不管向前向后都要感觉经过，看起来是过去了，但实际上你的心里必须要想到这件事，你要想到。眼睛不一定看得到，但你想到很关键啊！你跳舞有的时候是内在的，比如我教你动作，你已经没问题了，可是你跳起来不舒服，原因就是你没有想到有些细节啊，你只是在做一个动作。好，我们再试一次。看一下脚，注意是在脚上啊。脚上。And slow, slow. 哇，你看我的跟随哇，鼓掌鼓掌鼓掌，此处必须有掌声啊！想想啊，对。有人问脚法。哦，看哪，脚法是这样，男生。啊，女生，我先说女生啊，我知道你说的是这个后退这个波浪步是吧？听着啊，如果说到后退波浪步，后退什么后退？后退羽毛步或者30步，它就女生看肯定是 slow， 女生是掌平掌根对掌根到掌根，女生30步掌根掌根掌根。但是如果是男生去跳同样的这个名称，记住啊，它这里面就会有一点脚法的不同。
可是大家说啊，都是羽毛步，为什么男生脚法跟女生不一样？因为他是男生，啊，记住了，因为这里面它的关键词是这是个男人主导，所以当男人后退时是会有一点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跳舞时候女生的表达效果会更强呢？跟这个脚法是有一定关系的啊。比如说男生的后退，30步是掌跟掌，这个脚是掌，这个脚是跟，拉起来，再到掌，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脚尖滑回来，然后再去跟掌，然后呢，再到掌平，掌跟掌。其实看这就是胡步里比较难的地方。我说掌跟，如果我说的左脚啊，我们先不说右脚，先说左脚的脚法。这是平的，通过跟通过托掌还是掌，脚尖来，这个是跟，这个是掌，到这是这样。如果连续起来，1、2、3、4，1、2、3、4，1、2、3、4，1、2、3、4 ，N 1、2、3、N 1、2、3，要注意脚法的那个感觉。那这时候你的虽然我说主力脚可能是这个，但是实际上你很多感觉是要放在这里。当放在这里的时候，如果舞伴在我前方，其实我的表达就会出现这个舞蹈风格的一个漂亮的表达。其实你都不用太刻意。如果你只是掌平掌跟就跑了，那就是跑掉了。但你可能觉得这样更顺畅，就跑了。但实际上它这个舞蹈风格就缺失了，也不是最准确，甚至要注意的就是要注意这个环节。刚才我讲的是羽毛步的前进后退，前进的30步，男生羽毛步30步，男生后退的羽毛步30步，就变成前进后退。但是你看起来是两个感觉。我们经常看到的波浪步其实就是后退的羽毛步，后退的30步的一个连贯，它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因为男生向后就要变成这个动作，这个就变成了女生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舞蹈的情绪就没有了。如果我是女生，我也可以slow，是吧？这是不是也可以？但是呢，如果是男人slow，slow， 他这个脚不落跟这脚不跟尽量slow，它这个区别呢，就是男女的性别的这个必须的一个说法，就是可以落跟或者不落跟但是你要记住它的规律。男生通常在胡步中上身多，脚掌女生往往都是平的。所以说起后退羽毛步30步，一般是说男生就指男生说你要跳成这样的话，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让你的这个，因为女生跳羽毛步30步是领导的，男生就去了，对吧？其实男生在跳的时候，其实他是带有一种情绪的他是带有一种给予的这种情绪状态来，我拿一个女生感觉一下。所以说，如果是从侧面感觉我的习惯是这样很多人在跳的时候也对了，就也在移动，但是他可能表现形式的是这样好多是这样的，对吧？这是一种很漂亮的、很美的你就要有角度比如说1、2、3、4、5、6、7、8、
身体更加推向了前方，推向了前方，你给女生的这种信号的感觉就变成了，我往这个方向去了，啊，你的状态感觉是，往这儿，然后经过运动，女生是很低，女生是这样一个状态，我会这样感觉她，所以我的感觉是从它上面这样过出去，然后去感觉到它。所以这个就跟我们的那个拉丁语或者有些动作那个表达是一样的，就是它其实是更多的是抒发，通过这个步伐去抒发这个情感。但当你不抒发，你光做动作也 OK，slow， quick slow， quick 也可以，顺着对 left 都好。但作为一个优秀的选手，还有你的追求。想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它有它的故事我认为每个舞蹈动作，包括比如说我们的击剑步我们的双分点地我们的抛扔步，我们的一些类似动作，其实都在表达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一种情感的流露是这么一种状态所以不要只是练动作，你就觉得这个动作没有意思所以你在跳舞的时候。通过刚才的重心的那个脚法的原因，就变成了，如果我是女生的后腿的落跟的状态，我就会可能会这样，1、2、3、4，但如果我是在脚掌，有可能我的表现形式会，会在这儿，我可能会在这儿，我可能会在这个情况下，也许是这种感觉。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则性的，男生女生的这么一个前提，可能有些东西好像是3支步，但说的是3支步，但有可能它不是女生的那个3支步原型，它已经不是女生的3支步原型了脱跟波浪步男士都是脱跟，但是你没看清楚吗？脱跟带到掌的这么一个过程，你不脱跟你就推不起来，对吧 ？slow， 别突然就用脚尖滑，是 slow， 用跟拖起来，再过去，再它是还要强烈的表现出脱跟的这个样子。但是你说你落跟行不行？如果你跳得很流畅，其实我认为，你也可以跳，没问题。只要你觉得你舒服连续不断的，但我觉得还是要标准一点会更好因为这个舞蹈它是要标准舞所以说它还得要有个基本的标准在那儿然后你的表达可以无限放大。我以前练这个3支波浪步我就找不到平衡。我就会在那个走廊很细的走廊，我记得那是最少是30年前，怎么也站不稳，因为那时候不懂得垂直中心的点不懂，光想做动作，所以都站不住。但是死练拿2个凳子，我记得2排凳子给我拴在这个，就给我画出了一个小通道，我就不能撞凳子，我就在那一个人就练，就有一个人，那时候没有舞伴，就这样。现在想想真的是很痴迷很痴迷。我也希望大家要有这种痴迷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其实挺快乐。现在走过来发现所有的这些都过去了，都感觉生活没有那么辛苦就是感觉还是很快乐的因为你心中有一种你的追求，这个很重要所以你们问的问题其实也很好。维也纳华尔兹，你们好，我的波浪步算是听着波浪步双脚是走一条线嘛？我跟你说我不敢给你这个动作我跟你说，凡是一条线的时候这种你就是在 slow 这个的时候，它真的它的感觉是往一条线上去的记住，不是往两边，这样你会不平衡。slow 这个一定是斜一点，这时候是一条线你感觉是一条线，然后再走 slow， 再斜，再一条线，你的感觉是这样别动我给你看一遍我从正面你就能看到，看就是因为女生的
羽毛步和30步，就是第一步向后，对吧？到这以后，它不是真正的向后，它是带有一点点斜侧，对吧？它一点点斜侧。然后到这以后，经脚边要变成将近一条线，然后再去运动。这样的话，它在引导男生方面，它其实才能给到男生比较舒服的一个点。如果你只是2条轨道，那个重心呢，在运动当中可能不是很好掌握，所以说在 3-4 的时候 3-4 基本上要感觉走一条线。那个波浪步也是 slow 到这里，它这个脚肯定不能一条线，这个脚肯定也是一点点斜。然后呢，经过这个脚推过来，挥这一步的感觉是要成一条线，然后再 slow， 然后一点点往这边挥 slow， 挥这样，但是不是很明显，你不用刻意的说我要走一条线，那就不对，或者我要走打横这么大也不对就是它是经过你，其实它不是有一个大概的这个身体的一个斜的角度，但是还是要根据你脊椎和阻力角的关系，要把它推向这个位置。你看，就一点点，然后呢，你的重心就会很好，一点点，你的重心就会很好，一点点，你的重心就会很好。所以这个脚跟儿，所以说这个脚跟在地面的这个拖动，其实特别关键。因为它这个拖动其实是拉住你平衡的一个瞬间，如果你这个脚是松的slow， 你就会站不住所以说你要感觉到slow到阻力角，然后给地面压力给地面推动地板，然后呢拉住你的重心，拉住你的这个平衡感，拉住你的平衡感，再拉住你的平衡感，就会好。所以它这个脚并不是虚的说好的这种舞者有时候真的是脚法非常突出脚法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有的老师要经过跟托什么，其实不是跟托那么简单，它这个跟托是有功能性，它是有它的一定的功能性，所以这样的话才能让你感觉更加稳定就包括女生向前一样，后脚一定要拖住，它才有功能性否则的话它就是一个动作了，所以说你就会找不到内在的这种表达有些时候那个我们的外在的表达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因为内在的力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的由内而外会自然表现出来一种气质那个气质可能给人看到了，有可能就说哇，这个很有魅力，或者这个人很有霸气，或者这个人很什么样，他都是因为他是真实了，他没有说为了微笑而微笑很多人为了微笑而微笑。当然你要是微笑的跳舞，就是微笑的那我只能说你的力还没有到达地板的深层，只是还是比较飘所以说你只能靠微笑来去弥补。但实际上这个表情呢是很沉静的，沉浸在音乐韵律当中音乐的音律当中，把自己融为音乐，融为一体。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境界就大家为什么要学国标舞呢？我希望大家每天去练舞的时候是带着这么一种情绪，你会觉得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每天都是新的开始，而不是每天都在想着昨天的事情。你想昨天，那你肯定要吵架的。所以我们希望每天要想该忘的忘，该注意力集中就要注意力集中，否则的话你记得也没有用。很多人每天记，但是注意力不集中，依然达不到效果依然是达不到效果的。好的，借助这样的一个感觉，5、6、7、8是这样就这样。好，第一步女生，现在向后，先说脚位，到这儿我看这个脚看往哪，往一点点斜后，人是，然后用这里胯去带动，然后脚跟，然后这时候要感觉一个点不要太快的到后面，重心100%要通过左脚转移到完全右脚。你看我此时此刻脚是不是能抬起来？对，一定要到这个时候
继续经过两个脚的同时，然后一条线交叉去，这时候才能形成一个这样一个之间的状态。看，之间是这样的，脚掌和脚跟的之间，然后 and， 然后保持反身向后 slow， 还是尖引导，推，看这个脚的位置，100%踩下来到位，用一种身体上升、脚步上升的感觉，把这只动力脚拎起来，撕开，又是这么一个感觉。这是一个弧部的环节，然后 and 放松，转移重心，依次内推。